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们今天来北投旅行，要来造访田心子公园自行车道。这条自行车道也是人行步道，步道入口就位于大业路525巷巷口，距离捷运北投站不远。我们现在出发了。田心子公园自行车道长度只有1公里而已，是一条很轻松的散步路线。当走到终点的时候，就衔接桂子坑溪自行车道。这里有人车分道，右侧是行人专用的步道。这是私人的鱼池。这里有田心子大业绿地健康步道的简介，来回差不多还不到1.5公里。沿途步道旁都设有休息座椅。在台北市区已经很难得可以看到这样的农田景象了。菜园蝴蝶飞舞，差不多走15分钟而已，抵达田心子公园自行车道的终点——田心子绿地。这里是自行车道的终点，对面有一间土地公庙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沿着西岸往前走，就可以抵达北投社3层旗公园。不过现在花季已经过了，我们就不造访那里。现在走往福德宫，这是关渡大排，地图标示为水磨坑溪。是桂子坑溪的上游。福德宫的后面还有一座小庙，五福大众爷。大众庙是有阴公庙，属于阴庙。北投原为凯达格兰族北投社的居地。在拓垦早期，很多汉人都是只身来台，所以亡故之后没有亲人料理后事，就由善心人士加以收埋，并建立有应公庙，定期祭祀，以安慰亡魂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我们接下来就走一段桂子坑溪自行车道。这条自行车道可以一路骑往基隆河自行车道。这条自行车道比较没有遮阴，我们就走一段就好了。我想去看看关渡平原的稻田，这是荒废的稻田，有黄头鹿、白鹭鸶在草地上觅食。前面这里有大片的农田。关渡平原是台北市保留的最后一大片农业用地。现在4月初，秧苗还没长大，很难想象这里是台北市，离捷运站不算太远，就有这么一大片稻田。刚遇到稻田的主人，然后前面还有一大片稻田的稻秧长得比较快，我就走过去看一看。想当年，民国50几年的时候，忠孝东路4段、延吉街一带，都还是一大片的稻田。小时候就在稻田玩耍长大的。这里有一片稻田。刚刚阿伯说，在大排的那一边，那边的稻田秧苗长得比较快。
这边的稻苗长得比较高，从田埂走进来看看。成长在农业社会的人，对绿油油的稻田有一份特殊的情感。我认为这是台湾最美的风景之一。我现在往回走了。左前方那里是丰年福德宫，右侧这里是大业绿地步道入口。大业绿地与田心子绿地两条步道平行，所以刚好可以走环状一圈。老榕树，还有老婆在等一位老先生去看稻田回来。前面似乎要穿越森林。大业绿地步道不是自行车道。游客比较少，也显得比较优雅宜人。前面不远处就是田心子公园自行车道。哇，老婆，这是早稻田，早上的稻田。这里有插秧机。小秧苗，期待你长大。这边的稻田有很多白鹭鸶。前面走出去就是大业路了，就在大业路的巷道里面。就有这么农村的风光。番子厝绿地，番仔厝是这里的地名，源自于早期汉人对于平埔族聚落的称呼。我们回到步道的起点了，田心子公园。我们回到田心子公园自行车道的入口了，这样环绕一圈，差不多1个半小时，很轻松的一条散步路线。在台北市，如果你想看稻田，来关渡平原就对了。推荐这条路线给大家。我们今天的旅行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士林古迹北投周氏节效坊，距离田心子公园自行车道入口不到200公尺，推荐大家也可以顺道来参观一下。